局长，您找我？这个案子影响很大，最近谣言四起，传说有杀人团伙专门杀落单的妇女，闹得女庆功没有家里人接送都不敢上下班了。说吧，给我们多长时间？20天，从发现尸体开始。20天？哦，那就还剩10来天了。问题是，现在这尸源还没有确定呢。不是有人认尸了吗？是，那老太太是一口咬定是她女儿于三花，可是二闺女一直不敢确认。有嫌疑人吗？有。那个于三花的丈夫钱兴良，有作案的时间，也有作案动机，而且他还找过村里人商量串供。二贵，那个帮哥一个忙，你说。要是有人问你，10天前我们是不是去打过牌，你说打过，行吗？行啊。不，为啥？前2天不是在河里捞出一些尸首吗？今天警察找我了，问了我好半天，是不是怀疑我呀？我怕被冤枉了。那2天咱们是打过牌啊？是打过，可我还是心虚呀。行，把账啊，赢了钱再还。还不回家，你们几个？我也不喜欢玩这个。二贵，咱们谈谈。我？对。刘队，他在销毁证据，干什么呢？起来！哎，过来！哎，你们抓我干嘛？我啥也没干呢，你们抓我干嘛？钱兴良，这是谁的衣服？我媳妇儿的。那你烧他衣服干什么？生气，恨他。这衣服是他来找你的时候穿的吗？啊，他忘了穿走了。你不是说他没来吗？他先来的屋里面，然后我们到的外面。带走。还不说我没杀他？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河里那尸首，不是他吗？李辉，那尸首是谁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不是已经认定了吗？没有100%认定。你看上面写的很清楚啊，基本一致，但个别地方是有偏差。你还要求完全一致啊？那脑袋在水里泡多少天了？我认为这件事必须得谨慎。行了，加大审讯力度，3天内必须拿下钱兴良。你说到你把于三花引到了河边的树林里面，然后呢？我求他不要走，他不愿意，我就掐死了他。掐死了他？你确定是掐死了吗？拿刀砍他的头、脖子。接着说。梅姐，这是你们的案子，放那儿吧，又是别人挑剩下的吧？哎呀，梅姐，你别多想，每次都是随机分配的。不过这次庭长特地把一个大案子给了你们。什么案子啊？钱兴良故意杀人案。让我看看。小夏，你真是太幸运了，一来就有大案子。有梅姐您带着，咱们一定能审好。真是小光打电话让我去的。我进去的时候，那姑娘已经被灌醉了，也没穿衣裳。我当时就想走，可是小光不让走，我也就没敢走。后来他们都搞了，我也就跟着搞呗。谈你自己的问题，不要什么事情都推到别人身上。真的，审判长，不搞不行。小光他就是故意的，让我们几个都干爆。那个小光有没有什么精神异常的表现？比方说亢奋、胡言乱语啊什么的，你问问。我看你现在就挺亢奋的。
休庭是吧？非要把这事闹得不可开交。别着急，师傅。你说宋晓光如果真的是精神病，外加狂躁症，他肯定有异于常人的表现，怎么可能平时好好的，案发之后就变成精神病呢？他身边这么多同伙，一个人看不出来。你不知道有间歇性发作一说吗？什么间歇这么准啊？耍流氓的时候犯病。你比精神病专家还懂啊你！那份鉴定报告上有5位咱们滨江市精神科大夫的签字，还都盖了公章，而人家都错了，就你对。没说我对，我就想着重启精神鉴定。说的轻巧你，宋晓光背后的人能不明白吗？你怎么老提人背后的人？你不着调啊你！哎，我张德山。啊，院长。啊？啊，好，啊，我明白。别走，回来。哎，您放心啊，我来处理。好嘞。回来，门关上。坐。注意够正的你，跑精神病医院暗访啊？不是暗访，光明正大去。光明正大，你不事先跟我说一声啊？别人还以为是我支持你去呢，我支持了吗？我小点声。没有。太不懂事了你。师傅，我们法院连调查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我没有觉得我去精神病院看看嫌疑人有什么违规的。没说你违规，我是说，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先动动脑子？冲动谁不会呀？师傅，你真的能受得了那个恶霸，就凭那张纸把我们耍得团团转吗？我受不了。小袁啊，咱们丑话说前头，这事儿你真要办，那就没有回头路了。甭这几个意思，想通了，还是下决心了？又说话呀！我管不了你，你赵院长去吧。我告诉你，我宁愿被领导指使的团团转，我也不想因为一张纸耍的团团转。气死我了！对不起，师傅。你是我师傅。去精神病院应该跟您提前打个招呼。我谢谢你没跟我说，以后也别跟我说。下不为例。没原则呢。你的手来，哎，还挺舒服。小夏，我想好了啊，这次咱们得好好排一排。钱新良这个案子是个大案子，咱们争取在1号庭审，我们得加把劲儿，让他们好好看看。哎呀，小夏，小夏，哎，梅姐，不好意思啊。我是说，咱们这个案子争取在1号庭审，你得去安排一下。梅姐，我建议不急于开庭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的问题啊。我怎么没看出问题来啊？您看案卷了吧？我当然看了，基本事实清楚，基本证据确凿啊。问题就出在这个基本上，基本不等于全部呀。哟，哎呀，不愧是名牌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啊，这字眼抠的。行，那你说说，你觉得问题在哪儿？
您看啊，公安在3个地方找到3部分人体组织，勉强凑出了一具女人的尸体，但是因为尸体高度腐败，无法辨认死者的模样。好，3天之后，尸源还是没有找到，于是公安就发布了寻尸通告。在发布寻尸通告的第2天，这个钱新良的岳母，也就是死者于三花的母亲，来到公安局，她就坚持认为说这具尸体就是自己的女儿于三花。所以啊，钱新良杀人嫌疑犯。是，他是杀人嫌疑犯，但是，不是，但是什么呀？死者是不是于三花，我有很大的怀疑。啊？哎，郑宇，哎，小爷，院长，找我有事儿啊？没有，我路过，您忙。哎，张德山啊，你怎么把那小子给发我这儿来了？你够精的啊！院长，咱不能就这么看着那帮人骑在咱头上拉屎吧？还是稀的。我都没办法，你那徒弟能怎么着啊？咱先把孙厚德撒出去，能不能大闹天宫，那就看他造化了。最后擦屁股的可是我。我倒是想帮您擦呢，我手上没那么大手指啊！啊！张德山，你个臭小子！哼！你凭什么认为这具高度腐败的尸体不是于三花的？不是我这么认为，是我也不知道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新鲜材料呢。梅姐，知道自己不知道，有时候比认为自己知道反倒更能接近真相。你给我辩证的呀！您看啊，这个是公安的鉴定报告，他们也没有100%确定死者就是于三花。哎呀呀，是我闺女！哎呀，二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像是，是我三妹吧？你能确定吗？刘队，哎，这个是颅相重合的鉴定报告，这个结论说的是非常相似，也并不是确认。那不是辨认了2次吗？对，是辨认2次，一次是根据高度腐败的尸体复原的想象画像，这个准确度并不高；还有一次是根据颅骨进行的颅相重合图片。您看，这个图片跟他本人的照片相似度能有个7、8成。但是这2次亲属都辨认了，都确认就是于三花本人啊，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啊！您看这2个照片其实差别还是挺大的，但他们都说像。那不是很好理解吗？任女心切呀！再说了，这个尸体在水里泡了好几天了，那有点变形也是有可能的呀。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死者不是于三花。你这太违心了吧？家属辨认不算数，颅相重合不算数，那你说什么算数？其实最可靠的手段是颅骨重合的鉴定。颅骨重合也做了呀，你自己看看，鉴定报告基本吻合。哦，基本不行是吧？你刚才说了，基本不等于全部。对，这个报告上写了，2项存在轻微偏差，这就说明可能死者不是于三花。哪怕只有1%的可能性，我们都不能轻易认定。闹了半天，颅骨重合也不行，也不算数，那怎么着？是你说算数吗？不是我说了算数，梅姐，我是小夏啊，这样，你去找庭长说，这个是案子，你审，你当主审官，我跟你当助理。梅姐，
怎么了？跟你没关系。下班有空没找你聊聊？公事还是私事？公事班上说。私事。哎，你慢着点儿，赶路人。哎呀，你说一会儿你嫌我慢，一会儿你又说我快，到底你让我怎么弄啊？哎，你看你啊，赶得这么厚，一会儿这饺子出来了，皮儿硬，丽慧胃不好，你让她怎么消化呀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给人干校帮厨呢。我算是看出来，丽慧在咱们家，不是我的学生，是你的新闺女，便宜啊！丽慧，你接下电话，我站着手呢啊。你好，周一普家。你好，我是陈一正，麻烦找一下周老师。医生，我是丽慧。张丽慧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好久没听到你的声音了，你还好吗？我挺好啊，你呢？您指哪方面？哪方面？身体呗。啊，是瘦了几斤？为什么呀？压力太大了，还是身体哪儿不舒服啊？陈一正，你以前可没这么啰嗦啊。我知道，你这是关心我呢，谢谢你啊。哦，咱们这也好几年没联系了吧？你跟仙姐有联系吗？那个，你找周老师吧，我帮你叫周老师。周老师，一中电话。哦，一中啊，我去接电话了啊。哎，你去赶紧给我。哎，给我吧，给我。哎，一中啊，哎，你帮我来，哎。啊。我领导也没给意见，您觉得可行吗？案情呢，我只是听你说了个大概。如何量刑，我不便发表具体意见，得你和你的领导商量着来。不过我要提醒你啊，人大关于严重犯罪可以在法定刑之上加重量刑的规定，是严打运动所遗留的政策尾巴。虽然说没完全收回，但近1年来已经很少使用了。您这倒是跟我师傅说的一样，但是还是可以使用的，对吧？很少使用，并不是说适应的情况在客观上减少了，而是越来越多的审判员在主观上认识到判决一定要谨慎，再也不能像严打初期那样过度量刑了。我觉得这是人们法治观念的进步，也是中国司法的进步。我明白，但其实这个案子呀，情节确实特别恶劣，在我们全市范围都有很大影响，所以我才想着是不是应该严办。一中啊，说服你周老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说服你自己。如果你已经很坚定了，就不会打这个电话了，对吗？明白，陈老师。谢谢您啊，您保重身体。我等你消息。也就是说，这个11个人的流氓团伙主犯就是这个宋晓光。但是他没有出现在被告人的名单里，弄了张精神病的证明，躲在精神病院了。是，就是这意思。你怎么想？退卷啊，让检察院做出解释，提请复核精神病鉴定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就是这么想的，但是你思前想后，七上八下的是吧？你多少得点顾虑吧，你不能这么鲁莽啊。胆怯和谨慎，直率和鲁莽，它不是同义词，好吗？好久没听你呲我了，我还挺高兴的。有病！那你找我干嘛？诉苦啊？我可不是好的倾诉对象啊。不是，我就找你聊一聊嘛。我师傅，你看他平时那个和稀泥的样，但他呢还是想把那小子抓进去。跑法院了，干的时间长了，花的常识特别多。最近跟我使坏，让我去找院长。你找了吗？找了呀，到门口我又犹豫了嘛，
瞻前顾后。我觉得咱们院风气还是很正的，你可以直接去找院长，他会支持你的。我直接这么去找院长，不就是把决断的压力交给他了吗？我就一揭锅盖了，我这不干的太不妥了。不是掀锅盖怎么了？掀锅盖也需要很大勇气的。你光有勇气哪行？你没智慧不行啊。挤兑我？没挤兑你，我的意思是，比方说，我们拿一个好的解决方案，是吧？这个方法呢，不仅能把公子哥接纳归案，又能让院长少承担，甚至不承担上边给的压力，那这事不就干漂亮了吗？对吧？那这事儿的成功率提高了，院长也能看到我的工作能力，顺道实现司法正义，多好！那算盘珠子都崩得我脸疼。不是，那我不能直接拿脑门撞墙吧？这得多笨呢！所以呢，我能帮你干点啥？所以我就想听听有没有这么一个方法嘛。反正我的态度就是，不管你有没有所谓的解决方案，你都可以直接去找院长。拿出你的勇气，你的勇气都去哪儿了？这跟勇气有什么？哎，你跟梅姐怎么了？不想说。走了。走了。你以后你别总跟我黑这个脸呐。喂，爸啊，一中啊。哎，一中电话。你还记不记得我小时候，他们跟我妈挂布鞋那事儿啊？你怎么突然打电话问这个事情啊？我是想问，如果现在还有类似的情况发生，一帮人公然侮辱妇女，而且这个手段更下作，情况更恶劣的话，不会有这样的如果了。我们国家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走了这么多的弯路，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发生。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如果现在就是发生了，您作为审判长，应该怎么判？我已经不是审判长了，我现在是一个连上楼梯都要人搀扶的档案室管理员，我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。因为现在的我和当时的我，都不是现在的你。我知道了。一中啊，我得提醒你啊，作为一个检察官，不能被自己的精力和愤怒所控制。你要理性。我没有被自己精力控制。那你想要我说什么？怂恿你自己利用检察官的权利，从重从严，尽快的让那些人付出代价，这样你就能好受一些吗？我先挂了啊。来，你帮我尝一下，我这汤咸淡合适吗？合适吗？合适。同志，请出示你的证件。上哪儿？咱走过来。防啊！速度，不然让你们折返跑了啊！快！你是方浩吧？你就是那个法院的？对，于高远，幸会。叔叔，小心球！看着点儿。谢谢。
我其实联系挺多人的，只有你愿意出来见我。我记录一下。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约时间啊？我就午休随便溜达过来。再说你什么级别，还得提前约时间？算了，别，吃个面，走。脾气也太暴了，一句不能说。我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一直都是跟他同班，他要是有精神病，那是不是我也得算呀？能稍微正面的描述一下这些问题吗？你这人一点幽默感都没有。好，我正面描述一下，宋晓光没有精神病，他正常的很。当然，这是我观察到的，我可不是大夫。谢谢，你给我提供的这些非常有用，我心里都有数。调查不都应该是公安局和检察院下来干吗？你们怎么也下来啊？你对我们这行还挺了解的。我之前在中院实习过，后来没去。是吗？那太可惜了，你要是来了，咱俩就能成为同事了。嘴挺甜的。不是，我真不是跟你客套。我觉得你说话心直口快，有幽默感，也能看出来你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人，特别像我之前一个女同学。我谁都不像。不好意思。开玩笑的。这么追着要抓宋晓光，领导同意吗？有难度吧？难度不小。该抓。他早就该遭报应。就因为你觉得死者不见得是于三花，你就想退卷？我是这么想的，但是有阻力。我们那个组长梅姐，她不同意。他不同意理由是什么？她的理由说出来有点唯动机论，但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。因为这些年呢，这是她办的第一个大案子，她舍不得退卷。对不起，梅姐，我真不是背后说你坏话。好吧，就是说你坏话。那他如果就是不同意的话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这不发愁呢吗？梅姐可不好对付。好像我提相反的意见，就是给她慢性下毒似的。我想我师傅，这事儿如果换作是他的话，这案子是我们院谁办的？你干嘛？你别掺和啊！我问问不行啊？别问了。总之，我是不会让这事儿从我手上划过去。毕竟事关3条人命。那我相信，要不然你就不是夏英杰了。不是本地的。不是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是外省农村的，在北京念的书，毕了业之后就分配到这儿。难怪。难怪什么？难怪一腔孤勇，有魄力，我欣赏。祝你成功，大学生。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啊，你可以选择不回答。铺垫这么多，问吧。他是不是？我指的是宋晓光。之前是不是曾经试图有过想要伤害你？他不敢，借他10个胆子他都不敢。我爸不会放过他。那就好。倒也不是说没伤害过吧，用另外一种方式。啊？他给我起外号啊，叫我瘸姐。这个外号一直从幼儿园跟到我高中毕业。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见你了吧？知道。
翟总。叔叔陪我们玩一会儿吧。行。他们是打累了。玩会儿。走。走。走啊！那边，那边，那边。好球！听说我的事儿了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肯定不只是为了吃面。就是吃面，没别的事儿。不可能，说。真没事儿。我的那案子都没什么好聊的。不说是吧？我走了。我前2天给周老师还打电话，张丽慧接的。哎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他很好，他跟我也很好。谢谢你请我吃面，也谢谢你听我抱怨，做我的倾诉对象。走了。当你的倾诉对象，我挺开心的。谢谢你啊，陈一中。小张啊，这个苹果我敢肯定你没吃过。这是从新疆阿克苏来的苹果，我们治国他爸爸的老部下专门派人送来的，吃吧，很甜的。尝尝。甜吗？甜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这个梁副检察长啊，他这个人从来不夸人的，可是他一直在夸你，说你安静懂事，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还是周老的研究生。虽说是在职的吧，可那也是很不容易的。大家都知道啊，周先生可是咱们国家刑法学首屈一指的专家，他的眼光一定不会错的。我大学本科就修了周老的课程。哎呀，之前我跟你说这个梁检察长给治国啊，我不瞒你说啊，他给治国介绍了好几个女朋友，不行，到我这儿都过不了关。你跟他们不一样，虽说啊，咱们今天是初次见面，我满意，合格。像你这种家庭的孩子，孤身一人，虽然分在了最高检，但那也就是最普通的干部。想要进步，那得借力。我们治国就不一样了，我们治国在最高法，年轻有能力，领导赏识，进步的空间很大。今后你们俩要是结合了，那你会省很多事儿的。妈，丽慧今年硕士研究生就毕业了。哎呀，硕士研究生毕业，这学历有什么呀？不在检察院很普通吗？我就想知道一下，你对你自己今后的工作生活有什么计划？我的计划是到基层锻炼自己。挺好，年轻人啊就得多锻炼锻炼自己。是，我准备申请去西江的基层检察院。苹果挺甜的。你呀，
丢人。连苦命更苦，也不忘夫。庸俗。说谁呢？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嗯？再说一遍。李慧，实在是对不起。他人就那样，说了好几次了，就是改不了。今天来也是梁姐的好意，我也不好拒绝，就当出任务了。李慧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要不然也不会托梁叔。今天实在是我不好，太唐突了。没事儿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不介意，你也别介意。我走了。哎，你刚才说去西江的事儿，是真的，还是吓唬我妈呀？西江有那么可怕吗？口供一共有5份，有一个逐渐向事实靠近的过程。被告人第一次认罪是在被拘留的1周之后，一开始时间、地点、残害方式全都对不上。谢谢啊，你好。到后来才慢慢都对上。这2个再要一份米饭。这不是也很正常吗？一开始不想承认，后来就交代了呗。我觉得不能排除诱供的可能。那不是还有一个证据吗？钱新良他们家那个刀上的血迹，那血迹的血型跟于三花是吻合的，那于三花的血型跟尸体是吻合的呀。但仅凭血型不能判定那个血迹就是于三花的，血型一样的人多了去了，不能说明于三花就是死者。那也太巧合了吧？菜呀，这么多肥肉，说了不要肉，还成这么多肥肉，这怎么吃？进去。钱新良是吧？啊，我呀是律学给你指派的律师啊，我叫谭鑫，签个字儿。这个要钱吗？钱吧，你不花钱，政府给你花钱。啊。笔给我，按那名字。钱新良，杀过自己老婆吗？杀过。啊，我没杀，我没杀，吓我一跳。行了，那你说说吧。我说啥呀？你家有多少钱呢？血迹是案发之后15天才在钱新良家发现的。如果是死者的，就一直在菜刀上这么长时间了。钱新良他们家菜刀就这一把呀？不确定，案卷里没体现。钱新良杀完人之后，有可能没用过那把菜刀啊。梅姐，要是我是凶手的话，我肯定不会留着杀人凶器的。而且我为什么会对一把破菜刀这么有感情呢？就放在那儿，既不舍得用，也不舍得扔。没钱这事儿可就不好办喽。如果呢，卖房子卖地，积极赔偿，尽量获取这个被害人家属的谅解，没准能换个死缓。哎呀，那你这案子当时在滨江也是轰动一时啊。行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是冤枉的，说点新鲜的。律师，我真的是要的，我没杀人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我呢还有事儿呢啊，过2天再来看你吧。你呀，在里面保重身体啊。对了，能吃，尽量多吃点啊。
小夏，这个案子咱俩的分歧还是挺大的。梅姐，这些都放在一边儿，死者是不是于三花这个问题才是根本性的。如果在这儿出了差错，那就是天大的失误，我们都要负责任的。也许职业生涯就此结束了。梅姐，我是不想咱俩冒险。这么说，你还是为了我好啊？我还以为你嘴上不说，心里觉得我年纪大，业务不行，跟不上时代呢。谢谢你啊，对我这么照顾。您真的想多了。是你想多了。我直说吧，我认为尸体就是于三花，没毛病。证据、口供、鉴定报告，公安局、检察院都认，出错的可能性非常小。你说的那种可能性有，但那只是万一。那万一也是有可能的呀。这可是3条人命啊，梅姐。怎么是3条呢？如果判了，钱新良肯定是死刑，那死者到底是谁？于三花是死是活，咱们都不知道呀。再道别，时光也一样的梦，守候。昨夜。